Hello，大家好。咱们今天话题，我想说说台湾长荣货船在埃及苏伊士运河搁浅，还有咱们新疆的问题。这两件事情好像没有一点联系，对吧？但是从我的观点来说，他们之间是有联系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从我的角度来说，说说我不太成熟的看法。长荣这货船呢，应该是3天前吧，现在德国时间是26号，应该是3月23号那天搁浅的。听说呢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那天呢沙尘暴特别严重，然后开船的人看不清了，那船就偏航了呗。第二个原因有可能就是船的动力系统出了问题，船失控之后也偏航了，也就搁浅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苏伊士运河，它是个咽喉，而且是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咽喉，它要比巴拿马运河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苏伊士运河它是在亚洲、非洲、欧洲它之间的一个咽喉地带，涉及的人口众多巴拿马运河它只是涉及到美洲那些中美洲那些国家，加上可能美国的东部，对吧？其他的好像没有什么很大影响。但是苏伊士运河就不同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它被搁浅之后，马上呢就全世界的航运最重要的这个航线马上被切断了。然后呢，很多的这个货船现在等于是堵塞了，只能是排队，这边呢排队，那个方向的也排队。听说如果是按照现在的那个挖那个速度，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一台挖机。哎呀，想到这里，说到这里我就觉得这个埃及的经济或是埃及这个国家是不是有点太烂了？你看那么重要一个航道，这艘轮船在搁浅在内，本来特别重要的，怎么只能够派一台挖机呢？你堂堂的一个埃及的国家，1亿人口，只派得出一台挖机吗？还是这个埃及那个运河这个运营方不重视？大家想想看，同样的事情如果在中国，我相信连夜肯定能够派出100台这挖机，可能2-3个小时就解决了。而埃及就是那台小小的挖机挖呀挖呀挖，听说可能还要2个到3个礼拜。想想看，2到3个礼拜是什么概念？或者更久而且从那个比例来看，这个挖机实在太小了。我甚至呢觉得特别危险，因为我怕那个船一倾斜那上面那个货柜全部把它掉下来，然后把这个人也会砸死。好，说回来吧，这个搁浅之后，全部航道你看被切断，对全球的经济造成非常大的损失，非常大的影响，对中国的经济也造成影响所以这一点来看，你看看海运，光是海运对中国的经济来说还是有相当大的风险的。还有另外一个咽喉地带就是马六甲海峡。我们想想看如果是一个与中国敌对的国家，它的军事又比中国更加强大，它扼守这个海峡之后，扼守这个马六甲，它不给你过，那你怎么办？苏伊士运河也一样，它可以把它封锁起来，或者是恐怖分子把它炸掉了，那你中国的经济怎么办？会造成非常大的损失。所以通过你看过去特朗普之后处处与中国为敌，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的经济确实存在非常大的风险。所以中国的经济从货运的角度来说，苏伊士运河还有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来说，它相当于一个咽喉可扼住你怎么办呢？中国一定要想解决之道，想另外一种出路，想另外一个选择。所以2013年的时候，你看习近平主席他提出了一带一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想。一带一路它就是说它是把原来海权的概念，然后呢搬回到陆权。海权就是航海时代开始，它就越来越重要，一直你看持续了几百年。但是习近平主席呢，他发现了，或者他的团队发现了，原来海权我们中国大陆它不占优势，所以一定要找出替代的方案。
那怎么办呢？本来如果亚洲、欧洲，它本来是相连的一块大陆，其实啊，如果把它打通，那今后这海洋没有那么重要了，就不会受人家的遏制了。所以这个“一带一路”啊，这个丝绸之路是陆上的丝绸之路，加上海上的丝绸之路，等于是2条腿走路，对吧？那这个丝绸之路，陆上的丝绸之路，对中国来说，哪个省份最重要？我们看地图就知道了，当然是新疆了。新疆最西的那是阿拉山口，从阿拉山口开始，你看有中欧班列，从这里开始就出国了。从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啊，往回拉到上海，你看这个距离。好，我已经原来就量过了，从阿拉山口往西可以延伸到欧洲，甚至到非洲，它的距离是一样的。欧洲可以到达乌克兰，非洲如果我们再过来一点，从喀什来算，从喀什呢可以到北非的那个埃及，它的首都开罗。如果是从喀什到那个我们巴铁的首都伊斯兰堡，你看只有1000多公里，那么一点儿。到伊朗的首都也是很近啊，德黑兰你看很近，可能就是2、3千公里吧，3000多公里，最多是3000多公里。所以呢，为什么我说喀什还有这个新疆这边呢？因为它是中国“一带一路”。中国的最西边，又相对来说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刚才说了啊，比如说从上海啊，从广东啊、深圳啊这边，如果是中欧班列，你看看，先要走一半或是大半的距离，到达阿拉山口这边，才从那里出去，也就呢，在中国境内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已经消耗了一半的时间。如果把咱们的产能把它转移到新疆这边，不仅是距离可以节约，时间成本啊，一个是运输的成本，一个是时间成本，2个节约下来了，节约了一半。你想想看，如果是咱们的产能在那边把它建立起来，生产基地、出口基地，从那里直接上火车，或是直接上汽车的集装箱，然后马上就出国了，节约多少时间，节约多少运费，能够让中国的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很大一步啊！因为它这一半这个路费的节约，还有时间成本的节约，你看看对中国产品这个竞争力提升的作用有多大？新疆很多地方的海拔比较高，它有很多的那个雪山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水啊，所以啊，你看在新疆水资源它其实不缺乏，能源当然不缺乏了。如果是把这个基础设施把它搞起来，现在其实已经很不错了，有这中欧班列。另外呢，如果把那个沿海地区的产能把它慢慢的转移到那边去，把这新疆这省份把它发展起来，中国以那里做一个生产基地，从那里直接出口，你想想看，对中国的经济有多大的带动作用？然后把新疆发展成周围最发达一个省份，或者是最发达一个地区，把乌鲁木齐打造成一个特大型的中心城市，可以辐射全部的从中东、中亚一直甚至呢到东欧到北非都可以。中欧班列它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公司希望通过火车呢货运它的货物到欧洲那边去，或者是从欧洲那边运到亚洲这边来。2020年，新疆铁路部门加大对阿拉山口站和霍尔果斯站的硬件投入，使中欧班列运输能力提升30%。截至2020年最后一天，新疆进出境中欧班列突破9600列，创历史新高。目前，经这2个口岸通行的中欧班列线路达38条，可到达20多个国家，搭载货物品类200多种。从刚才新闻我们可以看到啊，你看中欧班列它真的是越来越重要了。还有更好的消息，时速350公里的货运高铁也研制成功了。
刚刚下线的高速货运动车组具有中华鲟骨骼仿生型车头、银白红三色贯通车身，每节车厢的侧面都有一对2.9米宽、全球最大开度的装载门。高速货运动车组以我国时速350公里高速动车组平台为基础，突破了承载系统、走行系统，实现了大载重、大容积、快速装卸及货物在途管理。车上上载的这个货物安全数据管理系统呢，可以实现整个货物的在途管理，全链条实现监控，再加上北斗导航的这些信息呢，可以实现地面交互。那么，在车上的每一件货物、每一个集装箱都有它自己的电子标签啊，就是可以像咱们的身份证一样，实现整个全过程的这个管理。高速货车动车组满足600至1500公里距离中长途快速货运需求。在全球首次实现时速350公里高铁货物快运，载重不少于110吨，1500公里的距离5小时内即可到达。时速400公里的客运高铁也研制成功了。10月21号，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时速400公里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在吉林长春下线。专家表示，这是新时代中国高速铁路装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创新成果。此次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下线的列车，能够在不同气候条件、不同轨距、不同供电制式标准的国际铁路间运行，可以在覆盖全球90%的铁路网上实现互联互通，并具有节能环保、主动安全、智能维护等特点。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上有4种轨距：标准轨、俄式宽轨、欧式宽轨，还有米轨。针对这4种变轨距形式呢，我们研制了4种变轨距转向架，能够满足这个世界上90%以上的线路的运用需求。该项目由中国中车组织开展，中车常客牵头，联合30余家产学研重点单位，相继在高速动车组系统集成、便结构走行、牵引变流、列车运行多目标优化控制等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破，构建了具有代际特征的设计、制造、试验技术平台，并且最终形成跨国互联互通高速动车组的技术、标准、装备和服务能力。以往的跨国互联互通呢，在更换转向架的过程中呢，需要2到3个小时，而现在我们能够实现自动变轨，一列车呢能3分钟之内就能变完，就以15公里的速度就能自动完成变轨，就是在不同轨迹的形式上就是继续运行。我们现在构想一下，货运高铁加上这个可以变轨的高铁，今后啊。可以这样说啊，比如说从乌鲁木齐或者从阿拉山口，货运高铁一开出，每小时你不要说350公里，我就算300公里吧，10小时是3000公里，20公里就6000，对吧？也就是说，一天24小时之内，中国的货物就直接到达了欧洲的腹地了，到达德国，到达波兰。你想想看，这时间成本节约有多大？它可以说啊。这个有货运高铁之后，它的速度几乎和那个飞机一样快。但是飞机它货运的成本有多高？另外客运方面，时速400公里非常厉害，我算你350公里，也就是说你当天就可以到达欧洲任何地方了。从中国这个乌鲁木齐，这个时空距离一下就缩小了。可以大胆的猜想，如果这个货运高铁还有客运的高铁能够把它建成起来，从乌鲁木齐或者从阿拉山口一直建到欧洲，或是建到北非，那么今后所有这个地方，甚至呢可以不用飞机了，因为你飞机来来回回也要1天的时间，对吧？我货运的火车或是客运火车当天就可以到达，比如说客运的高铁，甚至可能就是20个小时就到了，卧铺睡一觉，然后呢吃1-2顿饭就到了，跟飞机是不是差不多？我以前在另外一个视频好像已经计算过了吧，应该从中国这新疆修一条高铁直接到那个欧洲那边去，6-7千公里，大概前后可能是7万亿左右人民币，分10年，每年就是7000亿。从中国的国力来说，应该是可以承受这个财政压力的。当然目前来看只是个构想，能不能实现我就不知道了。在我们很多人意识当中，我们都觉得新疆是一个非常干旱的地方，怎么可能发展工业呢？其实啊，新疆不缺水，
只不过它可能有些干旱的地方非常干旱，但是呢，我们那些工业啊，比如说在那个伊犁那一带，或者是那个喀什这一带，或者是乌鲁木齐，或者是阿拉山口那一带，都可以，它那有水。能源在新疆根本不缺，对吧？我们知道啊，很多的能源，它就比如说，如果是在新疆那里做一个生产基地，做一个工业或者是经济的前沿地带，那直接可以比如说从伊朗把它铺天然气、石油的管道直接铺过去，还有这个我们巴铁这边当然就已经在做了，直接使用那里的能源，对吧？水也没有成问题，所以发展工业也不成问题了。再加上你看，可以把这个运输这种交通基础设施把它搞起来之后，新疆是个非常棒的作为工业生产基地的地方，就相当于原来改革开放的时候广东啊或是沿海的浙江、江苏这一带一样。如果我们把陆上的一带一路把它做起来，把陆上的丝绸之路把它打通，中国对这海上这条路它的依赖性就可以大大的降低了，对中国的经济风险来说也大大的降低了，对中国国际的影响力也有大的好处。如果一带一路能够成功，我们可以发现啊，可以通过一带一路把整个亚洲、欧洲甚至呢非洲把它全部连起来，大大的减轻对这个海上对海权的依赖，可以大大的提升中国的国家安全，同时也拉近了亚洲、欧洲的距离，拉近了亚洲和非洲的距离。如果一带一路陆上丝绸之路能够成功，那对中国的经济的提升，还有对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今后可以考虑能够货运高铁能够成功，对吧？还有客运的高铁能够成功，那中国就相当于这丝绸之路的起点，就相当于一个火车的那个火车头，中国就可以真正的成为一个领头羊。所以当时习近平主席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真的没错啊，你中国发展的好，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起来，大家都受益，对吧？对世界和平也有好处，不像某个国家一天到晚老是想到打仗。我有个预感，我觉得以后中国中央政府可能会加大对西部的投资力度，比如说现在好像只有动车吧，对吧？从兰州到乌鲁木齐只有动车，好像我觉得今后肯定会修高铁，会修350公里的，甚至400公里都有可能。如果真的是这样，就相当于又给新疆打了一剂强心针了。如果陆权这个概念能够做起，能够实现它，我们可以发现啊，新疆由原来的最边陲一个省份，突然变成了最前沿的地带，就相当于海权时代的时候，东南还有东部沿海所有的省份一样，对吧？都是最好的地方。前提是一带一路能成功，新疆的地缘政治是最重要的。现在啊，从一带一路的角度来说最重要，所以灯塔国发现了，西方国家也知道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看最近以来他们要使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污蔑、造谣、抹黑，反正所有能用的东西，所有能用的办法他们都会用，而且现在可能才刚刚开始，西方国家一定会一直炒作下去。从过去我们可以发现啊，凡是灯塔国反对的，凡是西方反对中国的，就说明中国做对了。现在对新疆一样，中国努力发展新疆，然后让那些人呢安居乐业。对西方来说，特别是对有霸权野心的国家来说，当然是不乐意看到中国这样发展的。所以他们要使尽各种办法来扰乱新疆，只有新疆乱起来，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这就是他们的目的。基于以上观点，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国人，我们要跟政府一起啊，大家万众一心，把中国的经济搞好，千万不要随着西方的脚步起舞，不能让西方的阴谋得逞。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崛起。目前中国需要就是和平的环境，另外需要呢就是时间。只要这2点能够保证，那中国的复兴绝对不成问题。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
成为更好的中国。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成为更好的中国。